所谓虎父无犬子，不过是人们经常用来阿谀奉承别人的话。人生在世，不同人有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人，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、形成的性格和气质，都是没有办法继承的。经历了北伐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的黄百韬，成为国军少有的几个自杀的中将。他因战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，死后被蒋介石追授上将军衔。而他却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，给父亲抹黑。今天我们就聊聊黄百韬和他不争气的儿子。国民党将领很多出身名门或者家境殷实，中国是个适者生存的社会，没有道理可讲。而黄百韬出身普通，起点很低，老婆也出身卑微。他不是黄埔系将领，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什么背景，可谓是四无之人，无派、无系、无根基、无靠山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，懂得人情世故是走向成功的通行证。什么是人情世故？那就是有关系的要利用好关系，没关系的要千方百计找关系，实在没有关系的，只有勤勤恳恳才能有一线成功的希望。黄百韬是一个四无之人，谁的派系都不是，靠谁都靠不上，所以他唯一的存身之道就是听话小心，竭心尽力，任劳任怨。否则他早就在战争中成为了炮灰。黄百韬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迅速的晋升，除了他的才干外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四无身份。他对哪个派系都没有威胁，所以各派都敢用他。他所带领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大多是来自四川和广东的杂牌军。在当时，杂牌军最不受重视，缺少优良装备，硬实力比徐州的邱清泉、李弥以及南下的黄维要差很多。虽然黄百韬本人勇猛善战，但是杂牌军的差距也不容小视。黄百韬在兵团组建25师之后，下了大力气来整治军纪，所以这支部队虽然武器装备不比嫡系部队，但战斗力却十分的强劲，屡屡重创华野。豫东战役，25师重创中野，救出整编72师。面对绝对优势的共产党军队，他坚守地丘店，会同邱清泉兵团大破华野于地丘店，让粟裕罕见地吃了败仗。淮海战役爆发后，黄百韬升任七兵团司令官，率部7万人在碾庄被华野重兵包围。黄率部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坚守了15天，给华野造成了巨大伤亡。这与王耀武率10万大军守济南只坚持了1周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碾庄战役结束后，黄百韬带着副官与副军长杨廷彦一起突围冲了出来。逃出碾庄后，黄百韬万念俱灰，于1948年11月22日举枪自枪。和他一起的副军长杨廷彦找到当地一个老农，谎称他们是一个村子的。出来当兵时，家里人让他们互相照应，现在他被打死了，不把他埋葬了，我怎么对得起他的家人？老农问：死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杨廷彦说：是个伙夫头。于是老农带着他的儿子帮杨廷彦把黄百韬埋在一棵大树下了。杨廷彦在旁边做了记号，然后逃离战场。但没跑多远，杨廷彦就被共军捉住了。杨廷彦了解到，对于国民党军伤兵，只要愿意回家的，共军都放走。他便装出可怜相，不断纠缠押送他的共军，说自己是才被抓来不久的新兵，上有老母下有孩子，一家人全都靠着他供养，而他现在又因为受了伤走不动，跟着共军是个累赘，还不如放他回家种地去。押送他的共军见他的腿的确是受了伤，行走困难，也就将他编的故事当成了真的，于是把他给放了。杨廷彦回到南京后，将噩耗告诉了国防部和黄夫人，并把黄百韬的埋尸地点告诉了国防部有关方面。在黄百韬夫人的哀求下，李文正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又找到了黄百韬早年的朋友张进业，两人一同前往碾庄。张进业是徐州人，对淮北地貌和风情十分熟悉。两人来到徐州后，又找到杨廷彦的好友陈明远，请他帮忙。他们找到当时那位老农，将黄百韬的尸体挖了出来。
尸体已经腐烂，面部也变了形，很难辨认出是什么人。验明上衣口袋里的来宾证后，便将尸体放进了棺材，抬上备好的独轮车。当时他们让老农跟他们一起回南京，老农没去，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去了。3天后，他们来到五河县的一条大河边，这里驻扎的是共军的一个营，对岸驻扎的是国军的一个团，两边驻军的岗楼隔河相望。共军坚持要开棺验尸。李文正说，死者是自己的一个外甥，2年前参军，这次是在碾庄牺牲的，他妈妈要见儿子最后一面才可安葬。棺材被打开后，一股尸臭味扑鼻而来。共军朝里面看了一眼，果然是一具尸体，脸变了形，变羊，手让他们过河。那摆渡的艄公在江湖上漂泊了几十年，社会经验丰富。他从李文正的相貌及谈吐中判断出他非富即贵，便对李文正说：“我这个船从来不运有死人的棺材，会到大霉的，你们还是趁早想想别的办法。”李文正二话没说，给了艄公10块银元和2条香烟后，将棺材抬上船。谁知艄公仍旧不肯开船。李文正对艄公说：“只要把他们运到对岸，就再送50块银元加10条香烟，条件是一定要运到对岸才给。”艄公装出很不情愿的样子，撑篙开船。船抵南岸，李文正指挥大家把棺材运上岸后，笑着对艄公说：“到了部队，我就叫团长拿50块银元和10条烟给你。”一行人抬着棺材到了国民党驻军指挥所，团长让一个营长带人把棺材运到营房安置好。接着，营长命人对艄公一阵拳打脚踢，直到艄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1948年12月8日，黄百韬遗体抵达南京浦口火车站，月台上站满了国民党高级将领。老农的儿子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将军、兵团司令黄百韬。黄百韬的遗体停放在南京白下路殡仪馆。国防部着实忙碌了好一阵，派参谋次长林蔚代表蒋介石公祭黄百韬，并决定追赠他为陆军上将，后续遗属。黄夫人对老农的儿子感激不已，要留其在南京读书或当官。他儿子不愿意，黄夫人于是给了他100块大洋，派人送他回碾庄。文革中，老农遭到批斗，被迫害致死，银元也被抄走。黄百韬死后，蒋介石悲痛不已，叹息道：“黄埔精神不死。”然而黄百韬并不是黄埔出身。白崇禧对此的解释是：黄埔精神不会去死，死的都不是黄埔精神。讽刺黄埔将领个个贪生怕死。黄百韬的安葬成为了一个难题。此时的蒋介石早已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。关键时刻，还是黄百韬的妻子在李文正的建议下，将墓址选在明代李文忠墓边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黄百韬的遗体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下葬，并在墓碑上刻上黄焕然之墓。解放前这一带人烟稀少，交通不便，黄百韬墓几乎无人知晓。即便如此，黄百韬也没有躲过文革，他的墓碑被破坏，尸骨也被遗弃。现在南京的黄百韬墓是2000年左右才修的，新修的这座墓只是衣冠冢，并没有黄百韬的骸骨。1949年4月，共产党攻占南京，在国防部的安排之下，黄百韬妻子举家迁往台湾。一家人虽然没有了顶梁柱，但靠着黄百韬生前的积蓄和政府抚恤金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女儿黄丽珍当了新闻记者，长子黄孝先高中毕业后也被安排进入了待遇优厚的军方外事机构。黄百韬妻子则在家带着其他孩子生活。1952年春，黄孝先被派往韩国，为联合国军美军当议员。翻译室内还有一名与他同来的台湾议员，叫杨世荣。杨世荣与他的经历相似，两人很投机，随即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哥们。两人都是在父辈庇护下的纨绔子弟，都因早年丧父而被家人宠坏。1954年，朝鲜战争结束，两人又一起从韩国返回台湾。
很快就被安置在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国防部联络局工作。两人依然是密友，平时杨自居为夫，黄孝先则以妻自称。但进入联络局后，黄孝先不学无术，屡次与上级发生冲突。1957年初，他被联络局辞退。失业后的黄孝先没了收入，便向杨世荣借钱让黄孝先。没想到的是，杨世荣竟然拒绝了他，并且告诉他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：自己准备与女友结婚了。5月10日，黄孝先设计谋杀了杨世荣，并将杨世荣的尸体运到郊外毁尸灭迹。杨世荣失踪3天后，杨家向警察局报了案。5月19日，案子即告破。在证据面前，黄孝先不得不承认杀人之事。随后，台北地方法院将他逮捕。第二天，台北征信新闻以虎父犬子杀人毁尸的专版介绍黄孝先案的前后经过，并实时进行跟踪报道。黄百韬将军的公子黄孝先杀人毁尸的消息一下传遍台北的大街小巷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依照当时台湾的法律，黄孝先被判处死刑。闻讯后，黄孝先母亲跪在蒋介石官邸前，拿着黄百韬留下来的青天白日勋章，请求蒋介石看在黄百韬的份上，饶黄孝先不死。蒋介石说：“黄百韬功勋卓著，可惜家教不严，虎父犬子啊。”黄百韬妻子称，黄百韬带兵打仗，常年在外，最终殒命沙场，哪有时间教子？蒋介石于是批示，念其先父，勋记彪炳，承其嗣序，源于减刑。赦免法规定，国家元首拥有赦免受刑人的权利，刑宪后虽有多次大赦、特赦或减刑案例，但赦免死刑犯者只有这一例，将黄孝先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。黄孝先逃过死劫，并于1969年假释出狱。黄孝先出狱后洗心革面，娶妻生子，并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生意也越做越大，后率全家移居美国了。2006年清明时节，黄孝先带着妻子、儿子和孙子从美国专程来南京为父亲黄百韬扫墓。当时他已经满头白发，行动不便，搀扶着他的孙子也有40来岁了。性格与经历决定着人的命运，一帆风顺从来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。人生在世，金钱与权力从来不会让人快乐，而最痛苦的事情也从来不是生老病死，而是辜负亲人后无限的愧疚。